我被汽车大厂裁员了。人到中年，别无他长，最后只在一家小型私人制造厂找了份管理库房的工作。上班第一天，我在角落看到了它，一台被尘埃覆盖的庞大机器。那是一台价值超过50万美元的进口高端精密仪器，就这么像废铁一样堆在那里。一个新同事嗤笑：别白费功夫了，老板花大价钱买的，前后请了8个专家，没一个人能把它弄好。现在就是个昂贵的镇纸。我走过去，手抚过它外壳上熟悉的线条。我能修好它。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下来。老板闻声走来，用轻蔑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。你修好了，我把公司1半股份给你；修不好，你就用下半辈子给我赔。车间里空气灼热干燥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粉尘的味道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充满了不信与嘲弄，像在看一个疯子。老板里克·索恩，40多岁，挺着发福的肚子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拨开人群走过来。他审视着我，目光锐利如手术刀，从我洗得发白的工作衫落到我沾满灰尘的钢头靴，最后停在我的手上，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小银色疤痕的手。你，他哼了一声，声音里混着不信和赤裸的嘲讽。约翰·卡特，是吧？人事说你以前在通用汽车的旧厂管仓库。我是高级技师。我纠正他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晰。高级技师。里克像听了世纪笑话，爆发出洪亮的笑声，肚子直颤。一阵附和的笑声在车间里回荡。高级技师跑来管库房。得了，卡特，这谎话编得可不高明。我没说谎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重复道，我能修好它。我的目光越过它，落在那台蜷缩在角落的巨兽上。一台德国 DMG Mori 5轴加工中心。象牙白的珐琅外壳上覆盖着厚厚的污垢，像一件被遗忘的艺术品。我的心莫名揪了一下，那种与老友重逢的带着苦涩的刺痛。里克的笑声卡在喉咙里，他肉乎乎的脸颊抽搐了一下，眼神变得冰冷坚硬。行，好。他拍了下手。我厂里养了20个工程师，花了7万多请了8个所谓的专家教授，没一个有你刚才那口气。他逼近我，粗短的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子。你，一个新来的库管，告诉我你能修好它。我能。我寸步不让。成交。他手臂一挥。我们打个赌，就现在，就在这里。你把机器修好，我把这公司1半给你。我们当场立字据，签字画押。人群倒吸一口凉气。1半的公司，那可是几百万。里克的眼神变得凶狠，像困兽。但你要是修不好，或者把它搞得更糟，他咬着牙，声音低沉嘶吼。这台机器花了我50万，你得用下半辈子给我打工还债。车间死一般寂静，连风扇的嗡鸣似乎都停了。老板，别跟这傻子浪费时间，车间主管想打圆场。是啊，里克，他就是想出风头。里克没理他们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赌还是不赌？我脑海里闪过妻子莎拉苍白消瘦的脸。她的药费早已掏空积蓄，女儿刚考上大学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我被优化了，像条鱼被扔上岸。这门手艺，这门所有人都瞧不上的手艺，是我仅剩的东西了。尊严，尊严付不了账单。但胸中这股火，这股想要证明他们都错了的冲动，几乎让我窒息。我赌。我听到自己说。里克脸上绽开残忍的笑容。好，你有种。他转身冲助理吼道，马克，拿合同来。不是合同，是赌约。我今天就要教这小子，乱说话是什么下场。几分钟后，一张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纸被拍在我面前。设备维修赌约。甲方，里克·索恩。乙方，约翰·卡特。条款残酷而简单，若约翰·卡特成功修复 DMG 5轴加工中心，甲方转让公司50%股份。若修复失败或造成进一步损坏，
约翰·卡特需承担设备全额折旧损失，共计50万美元。我说让你用下半辈子还，是认真的。里克点了支烟，烟雾缭绕，让他看起来更凶狠。还不上，你就是我的契约奴仆。我还会好好照顾你老婆孩子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其他工人围拢过来，窃窃私语。他疯了，真敢签。看他那样，拿什么还？这是把自己一辈子都签出去了。活该，谁让他吹牛？我拿起笔，笔尖在纸上悬停了1秒。我想起早上妻子抓住我的手，满眼忧虑。约翰，别太拼，身体要紧。钱我们慢慢挣。我想起女儿电话里兴奋的声音。爸，我拿到奖学金了，能帮上你和妈妈了。我不能输，我必须赢。没有再犹豫，我在乙方签名栏写下约翰·卡特。签完，我抬起头，迎上里克轻蔑的目光。老板，我需要预支3个月工资。里克瞪着我，愣住了，随即爆发出比之前更响、更刺耳的大笑。哈，哈哈哈，活还没干，就要钱？你个小……他强压住脏话，表情只剩下纯粹的厌恶。行，你要是吧，给你。他让会计拿来1叠现金，在众目睽睽下，重重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2000块，给你老婆买药去吧。绿色的钞票像树叶一样散开，飘落一地，有几张滑进了旁边车床油腻的底座下。那一刻，所有声音都消失了。我只能听到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，屈辱像一把钝刀在锯着我的内脏。我沉默地弯下腰，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我一张一张捡起钱，每一张都带着另一个人的体温和鄙夷。我仔细抚平油污钞票上的褶皱，叠好，放进衬衫内袋，紧贴着心脏。站在里克身后，一个穿着白色太阳裙，大概20出头的年轻女人皱起了眉。那是他女儿丽莎。我没看任何人，转身径直走向那台蒙尘的机器。我的背挺得笔直。现在它是我的了。我绕着 DMG 机器缓缓走了一圈，像在检视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。其他人已散开，回到各自工位，但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仍粘在我背上，耳朵竖着，都在等着看角落这个小丑如何出洋相。丽莎没走，她站在不远处，双臂交抱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怀疑和好奇。我需要一套工具，我对她说。她挑了挑眉。什么工具？库房有的是，自己去拿。我摇摇头，说出一串德语单词。Ein komplett Garnitur Wander Hoffmann Group, Dremmelmanns Clouseau, Sets Famous Proben 一套霍夫曼集团的全套工具，扭力扳手，一套精密千分尺。丽莎的表情凝固了，她只听懂零星几个词，但那纯正的德语发音，让她脸上的轻蔑裂开了一丝缝隙。你说什么？我换回英语，耐心重复。一套德国霍夫曼集团的工具，16件套筒，一个扭力扳手，一套精密千分尺，是当初建厂时和机器一起买的，应该装在一个银色金属箱里。车间主管戴夫，一个愤世嫉俗的老油子，嗤笑一声。嘿，卡特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什么都懂。我们这儿没这种东西。有，我平静地说。在库房第2排货架，从上往下数第3个箱子，上面应该贴着标签 Ersatz Steel。戴夫脸色变了。Ersatz Steel 是德语，备件。标签确实在，但厂里几乎没人认识。丽莎眼睛一亮，转向主管。戴夫，去看看。戴夫一边嘀咕着我肯定是懵的，一边叫了2个工人去库房。几分钟后，3人回来了，抬着一个落满灰尘的银色金属箱，脸上写满惊诧。箱子打开，里面红色天鹅绒衬垫上躺着一套崭新的德国工具，泛着金属光泽，保护油还亮晶晶地附在表面。戴夫的脸红了又白，围观者中响起几声压抑的抽泣。丽莎看我的眼神完全变了，我没理会他们。
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，从箱子里取出一根细长的金属杆，听诊杆。我没打开任何一个电柜，没连接任何诊断设备，只是将听诊杆一端轻轻抵在机器主轴的轴承座上，然后弯下腰，将另一端紧紧贴在自己耳廓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那姿态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，在聆听一位久病患者的胸腔。切，装神弄鬼，唬谁呢？一个年轻工人小声嗤笑，就是以为自己是机器语者，听一听就能诊断。丽莎也皱起眉，显然不明白我在干什么。我全没听见，我的世界只剩下我和这台机器。我听到了来自内部的声音，齿轮间那几乎难以察觉的异常的摩擦，导轨滑动时那微乎其微的卡顿般的迟疑，润滑油路某个特定点那细微的气泡破裂声，在别人听来只是噪音，于我却是一份清晰的诊断报告。整整10分钟，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我直起身，摘下眼镜，伸出粗糙的手，像抚摸爱人肌肤，用指尖一遍遍划过冰冷的导轨接缝。我的手指能感觉到那以微米计量的细微的错位和磨损。怎么样？丽莎终于打破沉默，声音里早先的轻蔑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困惑。我转过身，面对她，也面对重新聚拢过来的旅客和工人们，宣布了我的诊断。不是电路问题，是机器的 XY 轴驱动模块在运输或安装时受过猛烈撞击，造成了不可逆的机械精度损失。初步估计，偏差至少50微米。这句话像炸弹在车间炸开。丽莎眼睛瞪大，她冲到旁边一张桌子，在一堆文件里翻找，抽出一份报告，举到我面前。可那8位专家的诊断报告结论是，主控芯片过载烧毁，驱动电路板故障，建议更换主板及4伏系统总成。报告上，主控芯片故障几个字是刺目的红色，后面跟着令人啧舌的维修报价，15万美元。我目光扫过报告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他们错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肯定？丽莎追问，声音急促。我指向机器底座上一个不起眼的6角螺栓，这颗螺栓是出厂时吊瓶基准点之一，它的扭矩要求极其严格，公差小于 0.1 牛米。我用手轻轻拧了拧那颗螺栓，但这颗螺栓的扭矩不对，被人重新紧过，还是个外行干的。不仅没重新校准，还破坏了出厂时设定的整个底座应力平衡，这才是精度丢失的根源。至于电器报警，我顿了顿，只是系统自保。机械误差导致4伏电机过载了。车间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。一个库管仅凭耳朵和手就推翻了8位带着精密仪器的教授的结论，难以置信。李克脸上阴晴不定，怀疑和震惊在交战。丽莎彻底呆住了，眼中的最后一丝轻蔑也已消失，取而代之是毫不掩饰的巨大的惊讶和强烈的好奇。光说不练假把式。李克脸色阴沉地打破寂静，你说能修，那就修。我不管你是听到还是摸到，我只要结果。好，我没再多说，脱掉外衣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灰的旧背心，从崭新的霍夫曼工具箱里挑出几样形状古怪的仪器。没有图纸，没有维修手册，我开始拆卸机器的核心驱动系统。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奇特的行云流水的节奏。先松哪个螺丝，用多少力；先拆哪个部件，按什么顺序，仿佛演练过千百遍，刻进了肌肉记忆。那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，此刻却灵动如舞者。围观的工人们最初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渐渐安静下来。看他装得跟真的似的，等下装不回去就好笑了。就是，这可是德国精密玩意儿，没手册瞎搞，肯定玩砸。但渐渐的，嗤笑声停了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表情从戏谑到沉默，再到惊讶，最后带上了一丝近乎敬畏的神色。在这些内行眼中，我所做的简直匪夷所思。那不是技术，
近乎艺术。丽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厚厚的原文的德文维修手册，她飞快地翻动着，目光在书页和我的双手之间来回跳跃，嘴巴越张越大。我的天，你的步骤，她声音发颤，结结巴巴，手册里有极端情况应急校准篇，但是我在德国的教授说过，这只是理论最优方案，现实中根本没人能做到。那步骤要求的手感、经验和判断力近乎苛刻，一步错，整个核心模块就报废了。我没有抬头，全神贯注地用专用卡尺测量着一根滚珠丝杠的间隙。理论，我轻声说，20年前在汉诺威 DMG 的老师傅手把手教的我这个。我顿了顿，抹了把额头的汗，抬眼看着丽莎震惊的脸，揭开了尘封的一角。20年前，德国汉诺威 DMG 总部，我是他们邀请的第一批从我们国家过去的技术员。我的思绪闪回到那个热血与雄心燃烧的年纪，回忆片段。20多岁的我，穿着笔挺的蓝色工装，站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床前，眼里是对知识的渴求。身边是严谨的德国工程师和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技师。凭着不服输的倔强和一点天赋，我用最短时间掌握了所有技术，甚至能就设计改进和德国大师辩论。我们一起喝啤酒，为了一张图纸通宵达旦。我们给每一台亲手调教的机器起名字。一个叫克劳斯的金发碧眼工程师拍着我的肩膀，用生硬的英语说：“约翰，你是个天才，真正的机械天才。”回忆结束，我看着眼前蒙尘的机器，目光柔和下来。那时候，这个型号还叫 DMC60H， 我们叫它英格丽。她像个高傲又精密的德国女人，你得用最极致的温柔和理解去对待，她才会向你展现完美的一面。我只是在跟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叙旧。丽莎说不出话来，她看着我，这个穿着沾污背心、背脊微驼的中年男人，无法将眼前此人与那个被裁员、只能做杂工的落魄工人形象重合。认知的冲击力太大。您到底是谁？他用上了敬语，声音在抖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继续手头的工作。用一种特殊的技法，如同蜻蜓点水，我开始轻敲校准模块的定位销。每一次敲击的力度和落点都精确的可怕。车间里只剩下清脆有节奏的叮叮叮声，那声音像锤子敲在每一个围观者的心上，敲碎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傲慢，那种用学历和职位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傲慢。3个小时后，机械校准完成，我装上最后一块盖板，拧紧最后一颗螺丝，整个过程严丝合缝，拆下的数百个零件，不多一个，不少一个。好了，我直起身，长舒一口气。车间里死寂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奇迹。李克的拳头攥得指节发白，手心全是汗，脸上混杂着希望、焦虑和难以置信。丽莎看我的眼神已充满崇拜，她走到控制面板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微微颤抖的手按下了绿色启动按钮。嗡，一声顺畅悦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机器液晶屏亮起，一串指示灯闪烁，自检程序开始运行。亮了，屏幕亮了，有工人兴奋地喊出来。李克脸上绽开纯粹的、狂喜的笑容。成功了，居然真的成功了！这个被8位专家判了死刑的铁疙瘩，竟然被一个不起眼的库管救活了。但他们的喜悦持续了不到10秒。滴滴滴，一阵尖锐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车间的安静嗡鸣。液晶屏闪烁，刷出一片红色的德文错误代码。最顶端，一行加粗的警告信息刺穿了所有人的希望。系统过载，立即停机。警报声尖锐的刺耳。刚刚亮起的灯全灭了，屏幕上的代码疯狂滚动，最后定格在一种凝固的血一般的红色。车间里刚刚升腾的庆祝气氛瞬间被冰水浇灭。李克的笑容僵在脸上，
扭曲成比哭还难看的表情。怎么会？明明启动了，怎么突然报警了？就在这时，车间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索恩先生，索恩先生，我把埃文斯教授请来了。是助理马克领着一位50多岁、西装革履的男人，正是李克请的那8位专家之首埃文斯教授本人。教授一进门，看到我这个库管站在机器旁，脸立刻沉了下来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他声音洪亮，充满了学术傲慢和被挑战权威的怒火。索恩先生，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这是极其精密的设备，任何未经训练的人接触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。您怎么能让一个打杂的碰我的病人？他冲到控制面板前，瞥了眼那血红的错误代码，脸上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，拍着大腿，指着屏幕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索恩先生，主板彻底烧毁了。之前只是驱动芯片问题，还有一丝希望，但被他这么一折腾，高压浪涌烧毁了主 CPU。这台机器现在正式成为一堆废铁，修复可能为0。教授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砸在李克心上，李克的脸色由白转灰，最后变成铁青。他猛地转头，目光锁死我，那眼神冰冷刺骨，能刮下人一层皮。约翰，卡特，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，充满了被欺骗、被愚弄的暴怒。我签下的那份生死状，那50万的债务，此刻仿佛一座无形的大山，轰然压下。周围人群的目光，幸灾乐祸的、怜悯的、嘲弄的，交织成一张窒息的网，将我困在中央。我迎上李克杀人的目光，和埃文斯教授得意洋洋、胜券在握的冷笑，清晰地说道：他错了，这不是过载，是安全协议。有人故意篡改了系统的安全阈值。没等我说完，教授就大笑起来。荒谬，简直荒谬绝伦。他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，对着众人，听听，一个连电路图都未必看得懂的库管，在跟我讲安全参数。这是我听过最可笑的事情。这是典型的硬件损坏引发的级联故障。你知道什么是安全参数吗？你知不知道访问这台机器的后台需要什么级别的权限？他转向李克，声音充满了伪装的同情，火上浇油。索恩先生，您就是心太软，被这个江湖骗子蒙蔽了。现在好了，50万打了水漂。李克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手被青筋暴起。他指着我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卡特，你最好有个他妈的好解释，否则那份合同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车间。